Hello，大家好，我是西安。今天继续我们的 DeFi 节点深度解析系列，聚焦于功能强大的迭代节点。有同学说官方文档里关于迭代的介绍看不懂，希望我来讲一下，这不就安排上了吗？ DeFi 里的迭代节点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如何批量处理任务？怎样突破 AI 模型的单次输入限制？今天我们将一一解密。 Let's go。 我是西安，在东京工作生活的数据科学家，在这里会用最极简的语言、最直观的例子分享数据科学、机器学习 AI 等知识。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关注，不迷路哦。首先得澄清一个很容易混淆的概念，这里说的迭代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产品开发中的那种版本迭代或渐进式改进。在 DeFi 中，迭代节点实际上是一种批量处理数据的技术机制。如果你有一点 Python、JavaScript 的编程基础，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 for 循环，它让我们能够对一组数据中的每个元素执行相同的操作流程。至于是循环，那为什么不直接在代码执行节点中解决呢？在后面我会讲到，我们慢慢来。迭代节点既然本质是一种循环，就是对列表中的元素依次执行相同的操作步骤，直至输出所有结果的一种工作流节点。借用纲链里的一句经典台词：一即是全，全即是一。这句话完美的描述了迭代节点的核心思想。如果你能成功处理列表中的一个元素，那么处理整个列表也就不成问题了。这也是我在学习 Python 编程中用的一个思想。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例子。比如我通过模板转换节点输入一个字母 A， 然后让 AI 根据给定的字母生成一个以该字母开头的英文单词。这个工作流很简单，对吧？但如果是执行一个列表 ABC 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到迭代节点。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迭代节点的三个关键组成部分。首先是输入变量，这里只接受 array 列表类型的数据，比如一组数字、一组文本或者是一组产品信息。我们在 DeFi 工作流架构全解析中有详细讲到过 array 列表的数据类型，刚好对应着 array number、array string、array object。如果你还记得代码执行节点的内容的话，这刚好对应着输出变量的值的数据类型。当然，这个 array 还包括 array files， 比如上传多个文件。只要牵扯到复数个变量，那么就要考虑列表。其次是迭代工作流，就是迭代节点的核心。你可以在这里设置处理每个元素的具体步骤。当然，在 DeFi 中，迭代里主要还是设置 LLM 节点。这也就间接解答了迭代明明是一个 for 循环，为什么不能靠代码执行节点来解决？因为你不能把 LLM 处理数据的部分塞进代码执行节点里， LLM 节点本身只能一对一的进行输入和输出的数据处理。最后是输出变量，迭代节点只支持输出 array 列表格式的结果，也就是说输出仍然是一个列表。比如你的输入变量是一个3个元素的列表，那么输出变量也就是3个。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迭代里设置的是一个 LLM 的输出变量的类型又是 text string， 那么迭代节点输出变量应该是什么数据类型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迭代节点是如何工作的。在开始节点后面，我通过3个模板转换节点设置了 ABC 3个独立的字符串，然后接着在后面我设置了一个代码执行的节点，将这3个独立的元素放进了一个列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代码，字母 A 对应着 arg1， 字母 B 对应着 arg2， 字母 C 对应着 arg3， 然后在这边再将3个字符串放进了一个名为 array 的列表里面。这里我们只用设置 array 的类型是 array string 就行了。这样我们到最后就会有一个 array string 包含3个元素的列表 ABC。这里我们也可以简单测试一下这个节点。我们输入 ABC， 这里是我们的输入。我们在 result 里面就得到了一个
字符串的列表。接着我又在右边设置了一个迭代节点，里面设置了一个 LM， 我们就来先看一下这个 LM 系统提示词设置这边，我让它根据字母来造词。我们在这边按斜杠，然后选择变量当前迭代里面的 item， 这里 item 对应着每一次循环对应着的元素，比如第一次循环的话就是 A， 第二次的话是 B， 以此类推。还有一个 index， 我们后面会讲到。LLM 设置好了，我们再来温习一下。这个 LLM 的输出变量是 text string。接着我们回到迭代节点的设置，这边的输入是上一个节点，也就是代码执行的输出，一个 array string。输出变量这边我们选择是 LLM 这生成单词 text， 这里可能会觉得怪怪的，但其实最后输出的其实是一个 array string。我们从右边也能够看到都会有一个 array 的标识。最后我们就添加一个结束节点，在这边我们选择迭代的 output array string， 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整个工作流。我们看到最后输出的结果 output 一个 string 的列表，3个单词 amazing、butterfly 以及 cloud， 对应着字母 A、B、C， 列表进列表出，是不是很好理解呢？接下来我们再来一个进阶版的，我们回到我们的迭代节点。刚刚这里讲到了迭代里面的变量 item， 变量 item 用来表示循环中当前处理的元素，而这里的另一个变量 index 代表的是当前的迭代轮次，从0开始计数。比如在第一次循环 index 就是0，第二次循环 index 就是1，以此类推。因为在 LLM 这边我们放 index 没有什么用，所以我们在 LLM 的后面加了一个模板转换的节点。这里我按顺序将 item、index 以及 LLM 的输出结果 text string 复制给了3个变量 arg1、arg2 以及 arg3， 然后输出的结果就按照这个普通的模板 loop 后面加上循环的轮次 index， 然后接着就是当前的循环的元素 item， 最后是单词。我们就来看一下加上这个模板转换之后的结果，因为这边有问题我们需要关联上。我们来看一下结果，我们发现输出结果这边只有单词，没有按照我们的模板来，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执行完迭代里面的工作流。我们点击追踪，我们就来看一下是不是迭代里哪里出了问题。然后这边是整个迭代的输入以及输出，很显然输入端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了输出端。我们点开这边，然后找到迭代1，我们看一下生成单词 base A 开头的单词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输出格式，这边是模板转换的输入，下面是输出。我们看到这边 output loop 0A base 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迭代2，输出格式 loop 1B botany 也没有问题。迭代3 loop 2C cool 也没有问题。所以这里其实是迭代节点的输出变量设置出了问题。我们返回到迭代节点的设置，在这边输出变量这里原来是我们忘记更改了输出变量，我们将它换成模板转换的 output。 好了，我们修改后再来测试一下。 loop 的0、1、2字母 A、B、C 对应着 Apple、Pad、Clock，
这一次我们的结果就输出对了。迭代节点的工作原理理解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些实际应用。比如这里我上传了多个文档，需要让 LLM 对每个文档进行总结。当然这里为了演示我每个文档中的内容不会太长，我就放了一个段落。首先我们在开始节点这边，我们需要设置输入字段，点击添加。不同于这里的单文件，我们选择右边的文件列表，也就是多个文件。我们输入 upload files， 好的，然后我们选择文档，这里选择本地上传，接着点击保存。接下来下一个节点是文档提取器，我们需要把上传的文档转换为 text string 才能让 LLM 来处理。我们在这里输入变量，设置开始节点里面的 upload files。选择好之后，我们会发现在输出变量这边就变成了 text array string， 变成了列表。然后接着我们来到下面的迭代节点，我们在这边就选择文档提取器的 text array string。然后就是里面这个 LLM 的设置，在系统提示词这边，我让它用中文一句话来总结文章内容。然后下面的 items 这个变量表示的是每一个文档里面的内容，是 string 字符串格式。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节点，结束节点这边，我们输出变量就设置迭代节点的输出变量 output array string。 好的，最后我们就来测试一下，然后选中3个文档，我们看一下 output 这边，这是第一个文档的总结，然后中间是第2个文档总结，最后这个是第3个文档的总结。可以看到方括号，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array string， 一个字符串的列表。我们一共上传了3个文档，总结了3个文档，这3进3出的。只不过这次不再是 number string object 的列表，而是文件的列表。只要是复数形式的，我们就可以想到用迭代节点来批量处理。最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如果只上传一个文档会发生什么。只选择一个文档开始运行，我们会发现在 output 这边我们得到了只有一个元素的列表，列表进列表出。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就算不是复数个元素，一个元素也能组成列表。下面这个应用场景可能更实际一些，也是 DeFi 官方文档中的示例，让 LLM 来写长文故事。可以说用 AI 写小说是一个不错的入门教程。不过有同学吐槽说没看懂，所以我直接复原了这个官方的工作流。DeFi 的 DSL 文件会和往常一样放在视频简介下方，大家可以自行下载研究。回到例子这边，至于写长文故事为什么会用到迭代，是因为如果一次性将大纲内容输入至 LLM 节点内，有可能会达到单次对话限制，所以我们需要在上游节点中将故事的大纲拆分成多个章节，比如第1章节、第2章节，然后配合迭代节点，让 AI 对各个章节进行扩展，以免达到 LLM 单次对话的消息限制。大概了解了 AI 写作迭代原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流程。这里官方用的是 ChatFlow， 流程一共分5步。第一步，在开始节点设置2个输入变量 article title 故事标题， article outline 故事大纲。第2步，设置一个 LLM 节点，这里的系统提示词根据用户输入的故事标题和大纲，让 LLM 开始编写章节 section 以及章节内的内容 bullets， 并且要求它输出一个列表，最外面是方括号。
这个列表里包含了多个字典，每个字典就是每个章节的部分，里面有2个 key section 和 bullets。为了让它严格输出 JSON 部分的形式，在模型这边我启用了返回格式，右边是让 AI 帮我写的 JSON schema， 这一步就完成了。第3步，设置一个代码执行节点。我们需要把前面字符串形式的列表转换成可提取信息的列表形式。先是将前面的字符串形式的列表赋值给了 arg1， 然后下面代码块中用 Python 写的代码，先是导入了一个叫 JSON 的库，然后用 JSON loads 把 arg1 转换成了一个名叫 data 的列表。列表里的每一个元素都有2个 key section 和 bullets。因为列表里嵌套了字典，这里输出变量值的类型，选择 Array Object。关于代码逻辑这里，如果你有编程基础，看懂了这里的代码，就会知道这里格式刚好跟前面相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返回 data 作为输出变量的值即可。我先来演示一下官方的代码。result 的值是一个含有2个字典的列表。再来演示一下我的代码 ，Command 或者 Ctrl 加斜杠，可以让代码在注释或者执行这2种状态中转换。这里结果没有变化，是相同的。同时，在这边官方文档中也提供了参数提取器节点的方法，同样能达到转换这个字符串形式的列表。缺点是用到了 LLM 的推理，需要精确的设置，比如这里 few shot 式的提示词。最关键的是，一旦牵扯到了大模型，响应时间就会变长，不如代码执行节点来的准确高效。第4步，迭代节点里嵌套了一个 LLM， 循环多次生成各个章节的内容。输入是代码执行节点输出的 Array Object， 输出就是这里 LLM 的输出。LLM 里的具体设置，系统提示词中设置它的角色是职业小说家。User 提示词中，先让他了解故事大纲的全貌，以及各个章节的顺序和关联，之后再让他来扩写 item， 也就是循环中 section 和 bullets 的内容。最后一步，添加上直接回复的节点，让我们可以在对话框中看到最终结果。这里因为只要在迭代节点里，我们就可以利用变量 index。比如这里，我为了更清楚的知道这是第几个循环的输出结果，我在这边加上了变量 index 来识别。最后我就来测试一下，这是官方给的输入内容，故事的标题是庄子最能治愈心灵疲惫的5个智慧故事。故事大纲是5个关于评价、得失、困境、选择和心态的故事。根据刚才的输入内容，第一个 LLM 会根据故事大纲，应该会拆解成5个章节。迭代节点中，第2个 LLM 则会根据每个章节来扩写。看一下结果，找到 index 记号0、1、2、3、4、5个章节输出了这么多 token， 迭代节点就可以帮我们突破对话的消息限制，完成长文生成的任务。我们也可以查看一下第一个 LLM 为我们输出的故事大纲。一个列表包含5个字典，代表5个章节。最后官方示例中还提供了另一种编排方式，来达到相同的生成长文的效果。不同的地方就是后面的第4步和第5步。在迭代节点的外面，使用模板转换节点，将迭代节点输出的字符串形式的列表合并成了一个字符串。这里应该是用到了进加二的语法，用换行斜杠 n 来连接，或者是用官方给的代码执行节点。同样的 Python 代码也能实现同样的结果。这里就用模板转换来演示一下。结果的区别在于是否会流式输出。
这种编排方式会一次性呈现所有内容。最后来介绍一下迭代节点里的2个高级功能：并行模式和错误响应方法。这些功能可以让你的工作流程更高效、更稳定。想象一下，你有10个任务需要完成，传统方式是一个接一个的处理，就像排队等候一样。并行模式则允许多个任务同时进行，就像有多个服务窗口同时工作。并行模式的工作方式最多可同时处理10个任务，当前10个任务完成后，系统就会自动处理剩余任务。不用说，这样的好处就是处理时间大幅度缩短。但是在使用并行模式同时，我们需要避免在迭代节点内使用回复、变量赋值和工具节点等，以防出现意外情况。在处理大量任务时，难免会遇到某些元素出错。错误响应方法提供了3种应对策略。第一种，错误时终止，发现问题立即停止，显示错误信息。这种设置适合对准确性要求极高的场景。第二种，忽略错误并继续，跳过所有有问题的元素，继续处理其他元素，输出结果保留错误元素的位置，但其值为 no 缺失值。例如输入123的时候，如果第2项出错，输出结果为结果1 no 结果3。第三种，移除错误输出，跳过有问题的元素，继续处理其他元素，输出结果中完全移除错误元素。例如输入123，如果第2项出错的话，输出结果为结果1结果3。这些功能让你的工作流程更加灵活，无论是追求速度还是异常处理，都能得心应手。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DeFi 工具箱中又多了一个会用的强大工具。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关注。我是西安，我们下期再见。